今天我们来聊聊量子飞跃这个词，或者你可能听说过量子跳跃。这个话题听上去像是科技文章或者科幻小说里的专有名词，但今天我们要把它拆解得既亲切又有趣，让大家都能听懂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量子飞跃从哪来？在日常生活里，听到媒体说某项技术带来了量子飞跃，不少人会以为那是巨大的进步，仿佛一口气迈过一个山谷。然而在物理学里，量子飞跃其实与巨大恰好相反。100多年前，人们发现原子内部的电子能量只能取特定的值，这些特定的状态叫做量子态。电子如果要从一个能量状态换到另一个，只能突然的转变，它不能慢慢滑过去。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量子跃迁。维基百科简明扼要地解释道，量子跃迁是量子系统从一个量子态到另一个量子态，并从一个能级到另一个能级的突然转变。系统吸收能量时会跃迁到更高的能级，这叫激发。系统失去能量时会退回低能级，这叫退激。所谓的跃迁只是能量上的变化，不是在空间中飞跃，能量差通常还非常小。大家熟悉的量子一词其实来源于20世纪初，那个年代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·波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原子模型。他认为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的轨道并不是连续的，而是像梯子的台阶一样一节一节分开的，电子只能停留在那些定好的台阶上。假如它吸收了光子或其他能量，就能跳到更高的台阶，放出能量则掉下来。这一观点不仅解释了氢原子为何只吸收和发出特定颜色的光，也奠定了现代量子物理的基础。在中文环境中，人们常把量子飞跃用来形容某个领域出现巨大变化，而物理学上的量子跃迁恰恰是微观而细腻的，它发生在原子或分子内部的极小尺度上，能量差往往比一粒沙子掉落的声音还要细微。大多数时候，如果不是借助精密仪器，我们完全感受不到。什么在跳？哪里跳？想象一下，你晚上在家里开灯，灯光不仅照亮了房间，它同时上演了一场微观舞蹈。灯泡里的电子吸收了电能，爬到更高的能量层上，然后又落回来，落下来的同时放出光子，这才形成了光。波尔模型中，电子的轨道半径和能量都是量子化的。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跃迁到另一个时，它会以电磁波的形式放出或吸收能量。那些色彩缤纷的烟花其实就是不同原子跃迁时发出的不同颜色的光。钠灯发出黄色光，铜盐在火焰里是蓝绿色，这些都是电子退激时释放的独特能量。很多人听到跃迁2个字，会想象一个粒子从这里跳到那里，中间没有经过。然而在量子世界里，位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根据德州西 AM 大学教授 Christopher Baird 解释，原子里的电子表现得像波又像粒子，它们更像是一团模糊的云。这种云叫做轨道，不同的轨道在空间上其实有重叠。当电子吸收能量时，它的波形会变得更扭曲；当电子退回低能级时，波形变得更平滑。贝尔写道，电子从高能级回到低能级时，仅仅是改变了形状，并没有真正跳到别处。这就像拨动吉他弦，不同的拨弦方式可以激发不同的弦波，但弦本身并没有移动位置。再进一步，贝尔还用吉他弦类比这个过程。一根吉他弦只能发出特定的谐波，如果你用不同的力道拨弦，可以让它发出高音或低音，但弦波并没有在空间里跳到别的地方。类似地，电子吸收了光子就会激发出更高的能级，电子云的形状变复杂，放出光子时形状变简单。
这种能级的滑动看起来像瞬间完成，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瞬间。电子的能量变化并不是从某个时间点一下子跳过去，而是快速而平滑的变化。在微观尺度上，这个过程往往发生在10亿分之1秒左右，所以我们凭肉眼根本感受不到这种渐变，只会觉得它是瞬间发生的。瞬间的突然转变是真的吗？早期的科学家们曾经认为量子跃迁是瞬间发生的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波尔和他的同事用当时已有的实验和理论建构了量子理论。物理学家们相信电子只能处于某个能级，并且会突然跳跃到另一个。这样的跳跃似乎不需要时间，而且完全随机。因此Quantum leap 这个词很快就传入了日常用语，渐渐演化为巨大进步的代名词。可是，这样的理解其实偏离了实际。2019年，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用超导电路模拟了一个人工原子，通过测量它与光子的作用，他们制作了一部高速度电影，捕捉到量子跃迁的全过程。他们发现，这个过程并非瞬间的，而是像雪人在太阳下融化那样，有一个渐变的过程，并且如果实时监测得足够快，可以预告跃迁即将发生，还能在半途把它拉回来。也就是说，在量子层面上，我们可以掌控这种微观变化的时机和过程。这项工作不仅改写了人们对量子跳跃的理解，也让科学家们看到未来控制量子系统的新方法。Quanta 杂志在报道这项实验时提到，许多人用量子飞跃来形容巨大的改变，这是对这个词的误用。真正的量子跃迁其实很小。科学家们对这种突然而且随机的过程一直存有哲学上的疑问。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等人就曾不愿接受这种随机性，他们相信自然界应该有因果关系。薛定谔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没有量子跃迁吗》的文章，称这些跳跃为量子抽搐 （quantum jerks）。然而，后来的研究表明，跳跃不是没有，只是它们并非真正瞬间。量子世界的故事有序与随机。为了让这些概念更好理解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一些故事。黑体辐射之谜和普朗克。1900年，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为了解释黑体辐射实验结果，提出了能量不是连续的，而是以量子的形式吸收和释放的假设。这就是量子概念的开端。波尔的灵光一现。1913年，波尔在学习了巴尔默公式和拉塞夫模型之后，忽然想到可以把普朗克的量子概念应用到原子结构。于是他提出，电子只能在某些定态运动转移时必须吸收或发出特定频率的光子。他的模型成功解释了氢原子的光谱，尽管这个模型后来被更精确的量子力学替代，他的核心思想仍然深入人心。薛定谔的不满。薛定谔提出的波动力学强调电子的波动性质，他不相信电子会瞬间跃迁。他想用波函数描述一切平滑变化，并与波尔模型中的跳跃性对抗。但事实上，现代量子力学综合了两者的观点。电子可以用波函数描述，但它能量的确量子化。现代实验的惊喜，如今的科学家利用超导电路、离子阱等先进技术，直接观察单个原子或量子比特的能级跃迁。他们发现，这些跃迁虽然很快，却并不完全不可预测。可以说，昔日的哲学争议正在变成可以验证的实验现实。耶鲁团队的实验显示，如果收集足够的信息，我们甚至能提前知道某个量子跃迁何时发生，并用外部操作将其逆转。为什么要理解量子跃迁？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好奇，这些细微的原子能级转换跟我们的生活有何关系？事实上，一切与光和能量转换有关的技术都离不开它。照明和光谱，我们提到的钠灯、霓虹灯以及各种焰色反应，
都是电子退击时放出的光子，不同元素的光谱各不相同，这让科学家通过观察星光来判断星球的组成。在氢原子的巴尔默系列中，从主量子数3跃迁到2，会放出波长为656 nm 的红光。这条光谱线在天文学中被用来测量恒星的运动速度、激光和量子技术。激光器利用的是受激辐射的原理，也就是外界光子诱导电子退击并发出相同相位的光子。理解能级跃迁，才能设计出稳定而高功率的激光。量子计算机中的量子比特也是基于能级的跳跃和叠加来运作的，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复杂计算。医学和检测，核磁共振成像 MRI 依赖原子核的能级跃迁。强磁场下，氢原子核会分成不同的能级，利用射频激发它们，然后监听它们退击时发出的信号，可以形成体内各组织的详细图片。日常电器、电视机、电脑屏幕甚至手机都用到了发光二极管、LED 或液晶显示。电子在半导体中的能级跃迁让这些设备变得明亮且节能。除了技术应用，理解量子跃迁还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本质。它提醒我们，在微观层面，许多过程并不像宏观世界那样连续。我们习惯于看到水壶加热后慢慢沸腾，或者太阳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，但在更小的尺度上，变化往往是跳跃性的。若将时间放大到极限，原本以为的瞬间，其实也是一个过程。就像高帧率摄影捕捉到蜂鸟振翅的细节一样。常见误解：量子飞跃、巨大飞跃。如今，人们时常用量子飞跃来形容技术或社会方面的翻天覆地变化。其实，这属于语言的误用。匡塔杂志指出，那些习惯把量子跳跃与重大突破画等号的人忽略了一点：真正的量子跳跃实际上很小，只不过因为在波尔的时代，科学家认为跳跃是瞬间的，这种突然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于是公众把它当成大飞跃。科学家对这一说法并不喜欢。贝尔的教授提醒，真正的电子跃迁不涉及空间位移，也不是能量的断崖式跳跃，它更像是能量滑梯上的小步走。传统观点认为电子只能在离散能级之间跳跃，不存在中间状态。但实际上，当电子跃迁时，它的能量也会经历短暂的混合阶段，既不在高能级，也不在低能级，这是量子不确定性的体现。换句话说，电子跃迁并非是毫无过程的瞬间切换，而是快速且连续的变化，只是时间尺度极端短暂而已。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有人告诉你某项技术出现了量子飞跃，你可以一笑置之，反问他：难道你想说的是微小而突然的变化吗？这样的修正既幽默又科普。故事里的画面感用生活比喻量子事件。要真正理解量子跃迁，我们需要一些贴近生活的比喻。这些比喻能让抽象的概念变得有画面感。楼梯与电梯，传统的楼梯每个台阶大小相同，你站在一级，接着要么往上站一个，要么站在原地，中间没有半级。量子跃迁就像这种梯子，它没有半级的位置。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放慢，就会发现你抬脚、跨出、落脚这几个动作组成了上下台阶的过程。原本看似一瞬间的动作，其实有很多细节。电子从一个能级到另一个能级，虽然不能停在半途中，但在过程里，它的能量会经历一个过渡区。乐器的音符，我们用吉他弦比喻电子轨道。当你拨动弦，弦会有不同的振动模式，这些振动模式对应不同的音调。你要让弦发出更高的音调，需要更大的力量，也就是给它注入更多能量。同样，电子要跃迁到更高能级，也需要吸收光子
或其他能量。胶片电影，早期电影是由一张一张静态的照片连续放映，形成运动的幻觉。量子跃迁如果用慢镜头来看，也像一部由许多帧组成的短片。耶鲁大学的实验团队就做了这样一部短片，他们发现电子的能量变化并不是一步到位，而是经过连贯的过渡。日出与日落，在宏观世界里，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有一个明显的过程，但如果你拍摄一张延时照片，把整个过程缩成几十秒，那么你会觉得太阳跃了出来。量子世界的时间尺度极短，如果我们有超快的镜头，就能看到电子跃迁的全过程。色彩和情感，你是否留意过老式灯泡发出的暖黄色光，或者街头霓虹灯的绚烂色彩？这些颜色源于不同原子的能级结构。当你用燃气灶烤串时，火焰会呈现蓝色；若是在火焰里撒些食盐，火焰会出现淡黄色。这是因为钠原子的电子在火焰里被加热到高能级，然后退击时释放特定波长的光子。这样的日常体验本身就是量子跃迁的视觉演出。量子技术的未来，人生中的飞跃。谈到量子，我们不可能不提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。量子计算机的核心元件是量子比特，它们可以处于多个能级的叠加状态，通过量子算法，在某些任务上比经典计算机更强。控制量子比特时，科学家必须非常精准地操纵它们的能级跃迁，这要求对跃迁过程有深入理解。当我们读到新闻说量子计算取得重大突破时，这背后其实是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精确控制不断进步，许多都与能级跃迁有关。量子通信则利用了光子或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来携带信息，通过量子纠缠实现不可窃听的通信。如果没有对能级跃迁的认识，我们也无法构建这样安全的信息系统。此外，还有量子传感器、原子钟等高精度仪器，都依赖于某些粒子的能级跃迁来测量时间和物理量。比如原子钟使用的是铯负133原子在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发出的微波信号，其稳定度极高，用于定义国际标准秒，理解量子飞跃背后的哲学。在科学故事之外，量子跃迁给我们的人生也带来启示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种从一个状态突然到另一个状态的现象，但正如实验所示，这个过程既有突兀的一面，也有连续的一面。有些变化看似突然而来，其实暗地里积累了许多条件和铺垫。就像我们的学习或健康改善，表面上可能是突然感觉轻松了、懂了，但实际上背后是长期的努力和渐变。量子世界告诉我们，小小的行为积累起来能产生质变。每颗原子里的电子在不停地吸收和放出能量，这些微小的跃迁汇聚成光和热，让世界生机勃勃。对60岁以上的朋友而言，您用过的收音机、看过的彩电，如今正在使用的智能手机，全都建立在对这些微观跃迁的理解之上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当你听到有人用量子飞跃去兜售保健品、精神疗法或者其他玄乎的东西时，记得背后的科学含义。科学家们早已指出，量子跃迁常指电子从原子的一个轨道状态跳到另一个状态，是不连续的，也就是不存在电子处于两个轨道之间的状态。这些研究有严谨的实验支撑，并不是随便可以拿去炒概念的。理性地看待科学，不被术语吓到或忽悠，是现代生活的必备技能。量子飞跃并不是一个营销的噱头，而是一种描述微观能量转变的科学术语。真正的进步往往像电子跃迁一样，看似突然，其实背后是长期的积累与严密的规律。希望通过这番聊天，你能对量子飞跃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理解。让我们保持好奇，也保持理性，
看懂那些看不见的微观世界，感受科学之美。在您看完这个视频时，其实灯泡里又发生了千万亿次的电子跃迁，这些看不见的小跳舞正照亮你我身边的每一天。